我来做一下代码测试。快哦！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皮，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要试驾什么车呢？又是 Honda Civic FE 哦。可是这辆车呢，我相信在我频道里面很多人敲碗呢，都是要我试驾的一辆。它也是 Civic RS 没有错，它不是 1.5 Turbo 的。1.5 Turbo 我也试驾了2次，一个是原装的，一个是改过 Stage 2了的。今天就来一个2个月的新车，非常感谢车主 Mason。你好，这个车10月拿车是吗？对，没有11月。1号一个月多包，刚刚过了第一次 service， 我们就来试驾了。因为它是 2.0 Atkinson engine 嘛，它不像我之前驾过的 City 啊，那些是1.5的，所以2.0还是2.0，所以我们等一下去试驾一下。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我们的说去试驾 ，Let's go！当时 Civic FE 推出的时候，它只有1.5 Turbo 嘛，有3个等级，低、中、高配。那高配的话是配搭这个黑色18寸轮圈，也是配搭的 Michelin PS4 的。事隔大概1年多了，它就推出了一个 EHEV 的款式，我们称为叫 Hybrid 啦。加速表现，相信大家都知道，它都比 Turbo 来得更加的快。我们先来说一下外观怎么分辨它是不是一个 IMMD Hybrid 的呢？先看一下它的前面的这个 logo， 它的旁边有蓝边的那个 Honda logo 呢，就是 Hybrid 的啦。它的面罩也是 RS 的字眼，可是呢，它就有这种 chrome 边在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轮圈啊，这一套轮圈也是18寸没有错，可是它是多ton color 的，如果是 RS 那个是全黑的了。第三呢，就是这辆车的高度呢，会比1.5 Turbo 的 RS 来的高10个 mm 左右，所以你会看到这辆车的高度是不是好像比较稍微的高一点点的。第四样就是你现在看它的排气管，这排气管呢是单边出的，1.5 Turbo 它是双边出的，我是说 RS 哈。最后的就是它的这个 Honda logo 了，后面这边又是有蓝边的。那基本上它外观就是这样了。RS 的话也是有包括尾翼啊、保杆这些都有。IMMD 的 Hybrid 呢，除了给你这个车钥匙之外，它也是有 Remote Start 啊那些都有。但是它还更加的酷，它给到你一张这个像卡片式的钥匙，所以每次出门好像都不带这个了的，没有带了，就带这个哈。所以它也是一样有 Keyless Entry 无钥匙进入的，手一放在这边。它就会解锁，然后side mirror就会打开。那我相信这辆车的握让我应该不用做了吧？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我之前试驾过一个 1.5V， 还有一个1.5 RS 的，基本上内饰我都不用介绍太多，这些有车缝线呢，全部一模一样的内饰了哈，也是有带气氛灯。也是红色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尾箱空间。那据说这个尾箱空间呢，就是跟普通版的 Civic 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没有减少。电池就不是放在这里下面，可是它就油缸小了一点，它就少了7个liter。如果这辆车的油缸是40个liter， 1.5 Turbo 那个是47个liter。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spare tire， 有哦。车主呢就加了这个箱子在后面，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哈，2个，还有一个这个箱子呢下面是有那种毛毛的绒布粘性呢，你看它就不会摇来摇去了，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箱子啦全部放在这边，完全都不是问题。至于它的车的电池呢，IMMD 的电池是一个 1.1 kWh 的一个电池，非常小，放在这个座椅的下面。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通风口呢？是从这里椅子的下面呢，它可以直接用冷气吸进那个冷风，让它冷却。所以一般上我们看到的 Toyota Camry Hybrid 呢，它是这边会有一个进风口，可以让它的这个电池呢，就是进行一些散热在这边。我听说一些老师傅说啊，很多老式的 Hybrid 很喜欢放在这边嘛，所以很多为什么上下车有灰尘进去啊，会堵塞着它的这个通风口。所以为什么后期的 Toyota Hybrid 就放在这边，包括 CD 的 Hybrid 都是这边。那这一代的就放在下面中间，应该不怎么影响大吧？
轮胎的方面呢，它是配搭这个 Michelin PS4 原厂给的啊，尺寸为235 40 ZR 18寸，前面方面也是一样的尺寸，235 40 ZR 18寸，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哈，就看得明显会比较高一点啊，看得出的啊。然后前面这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那如果以它数据来讲呢，它的这个轴距跟宽度啊，全部都是一样的，可是就它的 wheelbase 就长了1个 mm 哦，从2733 mm 去到一个2734 mm， 这辆车就想象它是一个电动车。只是呢，它加了一个引擎，让它可以充电，大概是这样。关门。哦，全液晶仪表会有这个了哈。RS。我们来说一下呢，这个就是普通版的汽油版 ，Civic 是得不到的这个双联式仪表，都是全电子化的哦。右边就是有油表，左边就是有一些电量表。日本版的 Civic 都是用着这个的，这个全液晶仪表盘的设计相当好看很多。这个就是看它的引擎在工作还是 battery 在工作，所以我们等一下用这个来看比较好啊。左边这边呢就是也是可以换 Android Auto Custom Display、FM、AM、USB、Bluetooth、Android Auto。我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调哈，这里左边你踩油都是不会有声音的吗？跟 CDRS 一模一样啊，还有驾驶模式在这儿，还有这个我们最喜欢的滴滴滴那种声音。但是这个是双区的恒摩空调哦，我记得 Civic 1.5 Turbo 那个就是单区的，荧幕都会比较大的，而且比较漂亮的一个，还有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那我们去打开引擎盖看一下，好吧？哦，下来可以 OK， 现在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引擎在打着的声音啦。这具引擎是一具2.0公升的 Atkinson Cycle 的自然吸气的引擎，电动马达在这边。但它电动马达呢可以产生这184匹马力，还有315个牛顿米的扭力，所以它的这个动力数据是比 Turbo 来的更加强大了的。那这副2.0的引擎呢，可以产生这143匹马力，还有189个牛顿米。可是呢，这辆车呢，你把它想象成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来的，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都是用着这一个电动马达，在时速100以下的时候，运作呢就是让你添油，然后来充这个电。所以它需要充电的时候，它就会打着这个引擎，所以很特别，是不是？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像那种 plug-in hybrid 啊，或者是像我们电动车这样啊，如果没有电的话呢，你就要去找充电桩，这个不用，你只需要添油，它自动会充电。那如果在行驶高速的时候，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呢，它就会切换到这个引擎，用这143匹马力来在高速行驶这样子。但是Mason有说，如果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踩到完，它还是一样会用这个电动马达来做这个加速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来去试驾一下就知道了。那这辆车的车重都会比普通的1.5 Turbo 来的重一个100公斤啦，这个是1445公斤左右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了 ，Let's go。现在引擎已经是 start 了，我听到声音，它应该是那个电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它就会。你看，明显看到这个米特上面，它会到底是用这电响还是引擎啦？上面那个是引擎，下面的是那个是电响。那这辆车比普通版的 RS 多了一个，除了电子仪表之外呢，它还是有那个 wireless charging 的。可是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就你不能期待太多，起步就很像电动车这样啊，跟驾驶 DRS 的感觉就是一样。那踩下去的那瞬间反应就是有点类似像你家那个 Tesla 那种啦。OK， 我就是讲电动车啦哈。而且它就是少了那种引擎的声音啊，这辆车的这个隔音都会，好像瞬间就只听到那个胎噪声而已啦。OK， 这辆车的胎噪肯定会比较高，因为它是来自一个 Michelin 的 PS4， 所以它的这个咬地的轮胎呢就不安静，安静的轮胎不咬地哈，就是这么简单去理解。我踩刹车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到它在 charge 在那个 charge 那个电。OK， 我们稍微踩一点油。很轻松嘿，差别很大。Oh my god！ 我驾驶 DRS 哦，就是很吵，而且它不是 Turbo engine 嘛，它只是一个 NA， 然后再配搭这个电动马达，所以在我刚刚这样子踩的时候呢，因为它是跑着一个 eCVT 的变速箱，所以它不是那种像我们传统的什么 CVT 啊，加速的话就很明显就是顺畅一个字。第二个就是它会好像做好像那种类似换牙的声音给你听，是不是？那你这Eco Mode了。哦，这是 Eco Mode 的，所以它 EV 亮起就是我在电动模式 ，OK。好的，大概理解。所以我在想哦，如果多花一个16,000去买这种 Hybrid， 值不值得？所以我们驾出来就知道。因为对我来讲，我的角度看车哦，对配置相当重要，没有错的，是好不好驾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一个 iMMD 哦 Hybrid 不好驾，这样它卖这样贵的话，我就觉得不值得买了，是不是？
那这辆车是没有那个这个是有换挡拨片没有错，但是这个不是换挡，这个等一下我再示范给你们看是怎么用啊。相信它跟 City 那个Hybrid 是一样的哇！你看这个吉兰西，随便踩一点油，88线，哦，那种起步啊。它根本就是没有 lag 啦，我可以这样子讲，它不像德波这样，我们要等一下那个变速箱反应啊，然后再等那个德波 build 起来呀、那个 boost 啊，可是很舒服一下哦，这辆车哦。可是它座椅就是如果你坐久了，你会不会发现到会有一点那个屁股痛的感觉？屁股痛肯定有。它比较稍微的薄，可是在这一款上面，它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善哦。希望它小改款会改善这个问题啦。座椅偏薄，但是它支撑性是不错的，腰部支撑啊那些 everything 是 OK 的。哇，随随便便我就加到120了嘞bro。可是我没有在看转速表，因为它是没有转速，它只是一个 meter 哦，是给你看你的这个 power。可以讲，它现在是传输着多少%的这个动力给你。好像我看我再踩一点点的话，再踩一点点，再踩一点点，它就给你个58%。可是这个58%很足够让我去超车这样的。它的驾驶模式有 Eco、Normal， 就基本上就是它电那个什么油门啊，这个反应。如果去 Sport 的话，一个 fix sound 给你 ，fix sound 啊。踩一下，我等下上山你知道了。原来是这样。OK， 所以它比 CDRS 好玩了。它给你一个太大的这样子的感觉。我明显听到它是一个声音出来啊，现在也是有一点。哦 ，OK， 那我先用一下这个所谓的换挡拨片，它其实是一个电能回收啊。像我按着现在是 M 啊，它是一个格子，你看到吗 ？DM 一个格子啊，一个箭头。如果我把它换去一个箭头的时候，我松开这个油门，它就好像会有一点扯着你那种感觉，不明显。可是我按了2下，减3个箭头啊，就很明显，它就好像有人在帮你踩刹车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下山的时候特别的好用，尤其是我们好像要用 engine brake 还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不用降档了啊。其实也算是一个降档的感觉。3个看到这个 gear 的时候，我就讲它用这 clutch， 就是它用这引擎来 drive 它的车。哪一个？有没有？我看中间有一个小牙子 gear 的一个 icon 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表示它是讲它有一个 clutch engage， 有 final gear 这样子。哦，这边也是有。对 ，OK， 就好像你的第6个 gear 这样子啊 ，directly from engine to you， to 你的 wheel。哦，原来这个小细节哈，我好像在 CDRS 没有发现到有这个东西的。应该也是有吧？我看，所以 high speed 的时候，它有压箱，就是讲它是用这 clutch， 这些 normal engine 就要的。哦，哇 ，interesting， 原来有这样的，它会给你知道它在用着它的引擎来做高速，所以它切换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感觉的哦 ，feel 不到。这辆车的什么跟车系统，我就不想试啊！我今天纯粹想要试驾一下它的试驾体验。但是我感觉到这辆车，高出来一个10mm啊，你讲会不会比这个普通汽油版舒服呢？其实它的驾驶感受是差不多的。你看我其实过弯啊，也没有讲太大明显到感觉车轻多了还是什么。想要代步车 daily drive 上下班，然后你对动力啊很有要求啊，这个是很适合你的车。可是如果你讲你想要改装的，你喜欢做改装啊，什么 remap 啦哈。换 turbo 了哈，这辆车就不适合你了啦，讲真的，因为它目前为止我驾过是 City Hybrid， 它去 remap 那个 engine， 可是 remap engine 的话，它的动力提升不大，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运作是那个电动马达嘛。你讲那个引擎的话，是可能高速那边会有帮助到一点点。respawn 那边可能一点点，他讲40L的缸油嘛，你可以打到40L这样多。我平时没有打一辆灯我就打了，平时。亮灯，但是你打多少L这样子？60多块，可能30多L这样子，30L出一点。哇，很少钱一下啊，60多块走大概630、650km 嘛。City Drive 啊，一般般的，半 highway 半 city 哦，很省油哦这样子。因为官方数据讲它的1个L可以行驶25km。如果你这样子换上下来，你看这样子的数据啊，大概19到20km，是一个很恐怖、很夸张的、很省油的一个油耗哈。现在切换到这个 Sport 模式啊，感觉到那个油门就是它的敏感度就来了，可以慢慢
没有 launch control。我来做一下代牌测试。快哦！可是它那个好像很多 Infinity Gear 这样哦，很多牙换不完了。你讲它那个沥水会不会让你暴力到你怕它不会？可是它真的是快，很顺的去。OK， 其实 BYD 我可以跟它 fight 的这个，看那个声音。很多牙真的是换不完，那就是最高的时速你去过190哦，190不能再上了，因为它就是一个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会去破解啦，这个我们所谓的 remap 那个电动马达是要再看以后了哈。你的新车来有口定啊，所以它就这个点不到，点就到不了。其实它还是很轻快的，我的印象中的 Civic FE 哦，它就是一个。已经是我驾过这么多 Civic 来讲这么多代了，它是最舒服的一个，隔音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因为其他以前的隔音都是很不好嘛。而这个就是我驾过最新款最好，然后它是一个舒适性很好的一个，也许它会侧倾多了一个10%，可是我们察觉不出来的。那就要问你女朋友坐后面会不会晕车嘛 ？OK 啊。会了。OK。又在掉。可是这辆车在面对这些爬坡，因为我们现在开的 highway 是爬坡嘛，所以面对这些爬坡的时候，它的压力真的不大，就很轻松这样子去。但是我的power delivery 是超过50%以上的啦。现在都是在用着引擎，现在又用着一点来充电，来充电。如果踩完的时候，它是不是两边一起出啊？对，两边一起出。OK。所以很炫耶，我有时候。这也不一定踩完，他看他的很爽就他爽在一起啊。哦，140以后就会有一点少少的风声，胎噪声是蛮大的这辆车，可是没有办法了哦。Civic 一路来都是这样的，它的隔音啊，你讲比起 Altis 的话 ，Altis 的隔音一定是比较好的。然后 Altis 的操控哦 ，TNGA 也不是赖的，只是问题在于 Altis 它没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可惜在这边哦。OK， 我们来128过这个弯试一下啊，很 OK 啦，不错啊。来，regeneration， 再踩。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能源回收的这个很好用一下，很方便。平时 City Drive 我玩这个很像玩 pedal drive 的感觉，就前面有车，我 slow down 按3次，前面走按3次加，对，我就不用换气 brakes， 我不用。对。可是我有一个危险就是如果你用那个 essential pedal， 它不会有 brake light。对，这个是一个危险，说后面怕看不到你 slow down 了。是哦，这个危险。所以就这个 hard braking 啊，重踩刹车的时候就还是要用一下这个。对。亮一下灯也是给人家知道一下。可是 Tesla 的 one pedal mode 是不是？我放到完一下子松了，它会有亮灯的那个 brake pedal。跟 EV 好。EV 它会就没有。因为它这个也不算很重啦，还会拉着你，对，回收一下哦。你看我驾这个车真的很快就来到这个云顶三角了，所以证明了什么？今天的 traffic good。Alright， 我们就来到云顶三角了哈。这个 Part 1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哈。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我们 Part 2的影片再见。如果想快点看到 Part 2的影片呢，会员们的福利就到了啦哈。会员们就可以马上看到 Part 2的影片 ，OK。真的有时候这种斜坡啊、超车的时候，这个就是关键了。对，你像讲安哥带讲了吗？你这边吸不到，turbo 在 lag， 你说就惨了。所以我们比什么？比 response。这种 response 是我很喜欢的，在云顶山路的时候。其实云顶山路不是讲究你马力有多大，而是它的 response 很重要。哇，这里还有，你看我踩 brake 的时候，这种小细节。那我关灯的话，关灯 ，signal， 然后还有什么了？没有了。没有。OK， 然后倒退的呢？倒退不懂，我看一下。没有。OK， 非常感谢 Mason， 谢谢你拿的那个麦。哦 ，Civic iMMD 冲上云霄的喂。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Goodbye。